领证前，我被男友和他妈锁在了房间里。我与男朋友的婚礼才办了不过几日，结婚证还没领，他妈就领着她怀孕的妹妹和侄子上门来，说要在我家待产。我让男朋友把人领出去，却被他和他妈反手锁在了房间里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刚起床，打开房门，就看见婆婆李秀娥好整以暇地坐在客厅里，眉眼带笑地看着我。瞧瞧啊，不是我说你，怎么石明都出门上班这么久了，你才刚醒？这女孩子家家的，一点也不知道体贴丈夫。我看她早餐都是自己随随便便吃了块面包就走，这样下去胃是会吃坏的。你以后还是尽量早点起床，不说做几盘菜，至少也得给她煮碗粥才对。我刚起床时本来就心情不太好，还没开口问她一大早来我家是有什么事，她却一口气不带喘地念叨了我好几句。但想着刚办完婚礼不久，表面关系还是得维护，于是我压下脾气问道：妈，您一大早来我家，是有什么紧要的事情吗？李秀娥摆摆手，笑道：也没什么，这不是石青怀孕了吗？我就想着把她带到你们这来，人多好照顾，离医院也近。叶石青是我小姑子，虽然比我小3岁，但因为结婚得早，孩子已经有俩了，一个3岁，一个还在肚子里。照她这么说，也就是。我正想着，叶石青就挺着个大肚子，扯着他3岁的儿子从客房里走了出来。嫂子早啊，你这房子可真不错，客房大的能住下3个人。好吗？我跟叶石明不过才办了婚礼，证都还没领，这一家子就上赶着来鸠占鹊巢了。小姑要养胎，怎么不去小姑父那里？我记得他家旁边就是中心医院，不是比我家更方便？我话音刚落，就看见叶石青面露尴尬地看了眼李秀娥，接着李秀娥便连忙解释道：石青她公公婆婆出远门旅游去了，家里没人照顾，我们也不好意思去打扰。反正你和石明平时工作也忙，我们在这里正好可以给你们做饭什么的，反正都是一家人，添几双筷子的事情。我看他们急忙辩解的模样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但想着叶石明自己家的事，还是让他自己来解决。于是一言不发地回了自己房间，打了个电话给叶石明，他没接。我又发了短信，半天他才回了句：在开会，有什么事晚上回家再说。我见状也不想跟他们周旋，于是把手机扔到一边，锁上房门干自己的事情。谁知我刚坐下打开电脑，外面就传来电视的声响，音量直逼正常音量的2倍，还时不时传来李秀娥和叶石青说笑吃东西的声音，期间还夹杂着我那3岁侄子在客厅里跑来跑去，胡乱蹦跳的响动。我脑袋被他们震得要偏头痛，正要开门劝他们小声点，就听见门外有人按了门铃，是楼下的邻居上门来投诉。楼下邻居是前阵子才搬过来的，我还借他推车拖过几回快递。邻居见来开门的不是我，似乎觉得有些奇怪，但还是好声好气的让李秀娥他们动静尽量小一点。谁知李秀娥突然吼了他一句：这是我儿子的家，我们想干嘛就干嘛，哪里轮得到你来管？邻居的声音也跟着提高了几丈：虽然这房子是你儿子的，但这栋楼是大家共共的，你打扰到别人就是你不对。我不对，那你就去报警啊，看看警管不管这闲事。我在我自己家里干点什么事，难不成还得看你们这些外人的脸色了？我越听越觉着火冒三丈。
且不说他们三人未经我允许就搬进我家来，就这房子也是我爸妈买给我的婚前财产，怎么就成了他儿子的了？还自己家里家务事可以等叶时明回来让他自行解决，但这房子是我的，跟邻居闹了不愉快，到时候看人脸色的也是我。于是我推门走了出去。李秀娥见我出现，忙舔着脸将我拉过去，指着邻居就说他无理取闹，臭不要脸。邻居看着我，无奈摇摇头。我就是上来说一句，我昨晚没睡好，刚刚才躺下就听见你们上面一蹦一跳，家里有孩子的话，还是希望你们可以多管教一下。我要开口道歉，却被李秀娥往身后一拉。不是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，自己晚上不睡觉，等到大白天才来补觉，还在这里贼喊捉贼的埋怨别人，打扰你们休息。难不成我们还得迁就你的睡觉时间，大白天的都滚到外面去不成？再说了，现在小孩子在长个，不让他多跳跳，以后长不高了，你要拿什么来赔？我看邻居脸色越来越黑，也觉得他说这话简直像在放屁，又挤上前去要把他劝开，结果他又把我推开，指着邻居的脸继续输出，看你长得人模人样的，却不知道尊老爱幼，不分青红皂白就上门来提要求，也不知道你爹妈平时怎么管教你的，都骂到人家爸妈头上去了，我再不出手怕是不行了。于是我又挤了上去，李秀娥不出意外的又推了我一把，我往后退了几步后就往地上一躺，咚的一声，世界安静了。李秀娥被这一声吓得忙摆手，说她什么都没做，是我自己倒下去的。确实是我自己倒的没错，但怎么着我也得把这笔账讹到她身上。李秀娥还呆呆立在门口，不敢走上前来，生怕我真出了什么事。还是邻居不计前嫌，挤到我面前来，蹲下掐了掐我的人中。见我没反应，撸起袖子要给我做心肺复苏。我趁机朝他眨了眨眼，他见状了然，一丝一丝的在我身前按压了几下。我掐着点，假装大喘气醒了过来。李秀娥的脸色瞬间180度大转弯，握着邻居的手一个劲的道谢。邻居趁机说道，虽然他问题不大，但不排除有伤到脑袋的可能性，最好还是躺在床上安安静静的睡上几天。他特意加重了安安静静这4个字。李秀娥也连连点头。他虽然嘴上说着不是自己，但心里明白得很。刚刚就是他推了我一下，我才摔在了地上，所以也不敢再说什么，甚至还向我卖好，说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他儿子。反正我确实没什么大碍，就答应了。急中生智拉着邻居演了这么一出戏后，他们3人确实也安静了不少，但依旧是没有任何要离开的意思，继续赖在我家。我只好等着叶时明下班，让他给我一个交代。听见门外热闹起来，我就知道叶时明回来了。我把他拉进房间，让他解决一下他们3人的住宿问题。住哪里都无所谓，就是不能住在我家。叶时明却握过我的手，说：“我妈年纪大了，我妹还怀着孕，带着个孩子，总不能随随便便把他们扔酒店里吧？你就先担待担待，要是不想看到他们，咱们就关起房门来自己过自己的。等过阵子我找到合适的地方，就把他们接过去。”我却越听越觉得不对劲。叶时清来待产生孩子，不是她老公来安排照顾，反倒让叶时明来处理。而且叶时明向来事事都要跟我商量，他们3人来借助这么大一件事，却对我只字不提，直接先斩后奏。于是我故意不耐烦地说道：“我不管，反正这房子是我妈买给我的，凭什么我要像缩头乌龟一样躲在房间里？
让你住进来是因为我喜欢你，你是我老公。如果你要向着别人，不顾我的心情的话，咱们这结婚证也没必要领了。你带着你妈和你妹一起搬出去。”叶时明见我这么说，一把将我抱住，软声软气的道歉：“是我错了，你先别生气，咱俩8年的感情怎么能因为这么一件小事就闹成这样呢？再说了，咱们婚礼都办了，就差一张证的事情，要是这节点说分手，在亲戚朋友面前也不好交代呀。”我把他推开：“我自己的婚事，犯得着跟谁交代？反正你自己看着办。明天我家里如果还是吵吵嚷嚷的挤着一堆人，你就打包行李跟他们一起滚蛋。”我结婚前就跟他把婆媳关系这件事情聊明白过，各自的爸妈各自照顾。我向来不喜欢什么嫁到谁家就是谁家人这种话，我图的不过是有一个可以携手一生的人，而不是捆着一个大家庭负重前行。这件事情能解决就相安无事，不能解决的话，我也不是非得为了他这个人出让自己的底线。叶时明见我如此决绝，只好伸手来摸摸我的头：“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，我这就去跟我妈他们好好聊聊，保证明天就让他们走，好不好？”我看他说这话的时候态度诚恳，也确实不想为难他，便点了点头：“那你跟他们好好说说，先住几天酒店过渡一下也行，我可以和你一起出钱。”叶时明低头朝我一笑，在我额头上落下一个吻：“好，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们好，你知道就好。”我抬手在他心口捶了一下。叶时明笑着松开我，转身出了房门。我有些好奇，便跟上去趴在门上偷听。奇怪的是，听了半天，外面竟一点声响都没有。我家隔音虽然好，但客厅与卧室这点距离，不至于一点声音都听不见。于是我想着把门打开一条缝再听听看，谁知手握着门把，却怎么也掰不下来。我被叶时明锁在房间里了。意识到这件事情后，我甚至来不及思考他为什么要把我锁起来，直接抬手猛砸门板。叶时明，你把我锁起来是什么意思？我又没有逼你把你妈赶到大街上去，你要是没有钱给他们住酒店，我可以出钱，你这么做是想干嘛？叶时明似乎一直靠在门上，因为我话音刚落，就听见他的声音清晰地传来：“乔乔，对不起，我这么做也是无可奈何。我爸在外面欠了赌债，把家里房子都抵押了，债主找上门来，我妹妹的婆家为了撇清关系，也把他赶了出去。我不能眼看着我妈和我妹在外面躲债，我自己却在这里跟你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。”突然听见这件事，我哑口无言了片刻，也终于理解了为什么他们母子3人今天的行为举止这么异常。但叶时明就这样把我锁在房间里，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于是我强行压制住情绪，冷静地跟他分析：“时明，你爸爸欠钱这件事情是他的个人行为，如果讨债的上门，我们是可以报警的。如果欠的不多，我可以帮你凑一凑，咱们先一起把这件事情解决掉，是不是？你这样一言不合把我锁在房间里，对于解决这件事情一点效益都没有。”门外叶时明一直没有回应，我却能听见他的呼吸声。“你先把门打开，咱们一起讨论一下如何来解决这件事情。我不是那种会对你的难处置之不理的人，你不是知道的吗？一般说到这个地步，像叶时明这么聪明的人，应该很快就能想通。但我却忘了，他还有个拎不清的亲妈。李秀娥开口就说：“儿子，你别让你媳妇给骗了，他这种有钱人家长大的孩子，哪里懂得他们社会上面讨债是个什么讨法？
前阵子咱村里修车的王家，他大儿子在外面欠了钱，讨债的找不着人，直接把他小儿子给抓走了。村里人都说是抓去摘了器官卖掉，现在连个尸体都没找到。我隔着门板朝他怒吼：“你没见识，不要在这里瞎说！欠债还钱，咱们一起凑一凑，把钱还上。他们拿了钱，难道还能把你儿子抓去不成？”李秀娥被我一吼，也怒了。要不是你爸妈当初非要我们出20万彩礼，实名他爸也不可能去赌钱，都是你这小丫头片子害的，害得我们一家家破人亡。我好不容易才忍住一口气没骂他。当初是他家一大家子挤到我爸妈家里，跟我爸妈商量，把婚事赶紧办了。我爸妈确实也很满意叶时明，这才提出把这个房子留给我俩当婚房，只让他们嫁出10万以表诚意。谁知他爸却说10万块钱代表不了什么，非要给20万。现在反倒在这里怪罪起我爸妈来了。时明，你家给的20万彩礼钱我一分没花，都存在卡里，你需要的话可以先拿去还债。事到如今，这20万我也不想要了，把这钱拿去给叶时明他爸还了债，我们俩的婚事也就算了。叶时明却一直没有说话。我趴进了门板，才隐约听见他妈在跟他说：“儿啊，这20万可远远不够给你爸还债呀。你们俩现在结婚证也还没领，如果咱们拿了这钱就把他放出来，他回过头来把咱们一家5口给赶出去，咱们该往哪说理去？你妹妹还带着肚子呢。行了。”我终于听见了叶时明的声音：“巧巧，你今天也累了，还是先好好休息吧。这件事情我会再好好考虑一下的。”我当时竟无言以对。我把道理都讲到这个份上了，还要考虑？之前商议婚事时，我倒是没发觉叶时明这么听他妈妈的话，还觉得他处处有在考虑我的感受。没想到一遇到大事，他还是更愿意相信生他养他的亲妈的话，哪怕他妈是个半点大道理不懂的法盲。叶时明这边说不通，我就只能自救了。于是我转身就找起了自己的手机，不管是报警还是给我爸妈打电话，反正是不能在这里继续待下去了。但是我在房间里到处翻翻找了一圈，却丝毫不见我手机的身影。难不成是被叶时明趁我不注意的时候顺走了？我愣生生在房间里熬了一夜，直到第2天早上，叶时明敲门给我送早餐。乔乔，早饭记得吃。他拿着一盘吐司鸡蛋，从微开的门缝里挤进来，却丝毫不敢看我一眼。中午我会叫我妈给你送饭的，别饿着自己。时明，我喊住了他。昨晚我睡不着，想了一个晚上，才想明白一些事情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你爸在外面欠了钱，家里房子要守不住了，才想着赶紧跟我把证领了，好在房产证上加上你的名字？叶时明沉默了片刻。我摆摆手表示不需要他的回答了。你走吧。我们俩高中便认识，到现在已经长跑了8年。期间也有不少朋友问我俩怎么还不结婚，说交往这么多年没结婚的，基本都结不成了。所以他突然提出要结婚时，我还以为他是担心我被一些闲言闲语重伤，想给我安全感。现在看来，这安全感原来是给他自己的。他将自己家的财产状况瞒得严严实实，想着等领完证后，两家真正变成同一条船上的人时，再找机会跟我摊牌。没想到的是，催债的人这么快就找上门来。我都不敢想象，如果我是在领完证后听到他讲起这些事情，我会有多么绝望。没领证前，哪怕催债的找到我这里来，我还能当自己是局外人。可是若真领了证，
我哪里还能自保？没准连我爸妈都要被他们一家拖下水。我狠狠咬了一口叶时明递进来的早餐，咽下去之前还不忘仔细打量一下里面有没有下药。他已经与我认识的那个叶时明截然不同了。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本性如此，还是迫不得已。反正多长一个心眼总是没错。等我吃饱了，再想办法逃出去。大不了就当这8年的真心都喂了狗了。想强占我的房子，门都没有。都已经听到这里了，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。制作不易，我们故事继续。我生日当天，结婚5年的丈夫在大排档大放厥词，要不是看在他贤惠还能赚钱的份上，老子才不会娶她。下一秒，一盆污水从天而降，我拎着盆子缓步而出，给你醒酒。漆黑的客厅里，我安静地坐在餐桌前，不停将手机摁亮又熄灭。就在我一颗心几乎要沉至水底时，电话响了起来。我满心欢喜地接起电话，响起的却不是丈夫江佩的声音。嫂子，佩哥喝多了，在闹呢，你来接他一下吧。不是江佩的道歉。我本不予理会，但电话里江佩喝得醉醺醺的声音，还是让我不可避免的心软了。强压下心头的酸涩，我佯装平静道：地址。等我匆匆忙忙赶到大排档时，江佩正在耍酒疯。老子根本就不爱那个女人，要不是看在她贤惠还能赚钱的份上，老子才不会娶她。我藏身于黑暗之中，看着眼前这场闹剧，整颗心如被一双大手紧紧捏住一般，透不过气来。就在早上，江佩还无比轻柔地在我额头上落下了一个吻，用温柔的仿佛能滴出水的声音向我允诺晚上一定早点回，给你庆生。晚上10点半，我就收到了这份别具一格的贺礼。老子真是受够了。你们知道这个女人有多无趣吗？就跟案板上的死鱼一样无趣。佩哥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江佩的狐朋狗友瞥见了角落里的我，讪讪闭上了嘴，露出一抹尴尬的笑容。我抬手将脸上不自觉滑落的眼泪擦去，强勾出一抹笑容，冲着那帮人点了点头。那个嫂子，佩哥喝多了说胡话呢，您别往心里去。什么喝多了？我没喝多，我也没有说胡话，我说的是心里话。江佩毫不留情地打断了自己好兄弟的找不知语，一手捏着酒杯往嘴里猛灌一口酒。我强装出来的笑容凝固在脸上，周围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，隔壁店的食客都围了过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拎起桌上喝了一半的啤酒，一把泼在江佩的脸上。江佩被这巨大的变故弄懵了，在原地愣了几秒，回过神后指着我的鼻子就开骂：臭婊子，你敢泼老子！我怔怔地愣在原地，有些不知所措。我与江佩自高中相识，恋爱7年，结婚5年，他从未说过如此难听低俗的话。身为大学老师的江佩，永远都是彬彬有礼的。那个嫂子，佩哥是喝多了，他昏了头了，你别生气。江佩兄弟慌乱的声音将我从呆滞中拉了回来。我一把推开他，将桌子掀翻在江佩的身上，汤汤水水洒了他一身，白色的衬衫上全是油。周围瞬间安静，嘈杂的窃窃私语也都停了下来，但我依旧不解气。嫁给江佩这些年，我为了他洗手做羹，还辞去了大学讲师的工作，在家给他当贤内助，如今只换来一句贤惠。余光瞥见大排档放在门口的一盆洗碗水，我冲过去端起盆子，冲着江佩就浇了下去。水滴滴答答的从江佩头上滴到地上，显得他整个人狼狈不堪。
我甩了甩因骤然发力有些酸痛的手，一字一句道：“给你醒酒。”等我再回到和江佩共同居住的家里，已经是3天后了。那日晚上，我并没有接江佩回家，她全身上下又油又臭，我连搀扶她都嫌脏。刚打开门，我就看见地上铺满了玫瑰，江佩单膝跪在爱心中间，手里举着一束花。好好，我那天只是酒后乱语，我是爱你的。客厅里围了一圈他的朋友，都在起哄着让我原谅他。江佩从来都是骄傲的，就连求婚都是趁着烟火绽放时往我手上套的戒指。看着沾满了对不起的墙壁和跪在地上举着花的他，我不可避免的心中一软。但我还是想试探他一下，江佩，没用了，这个婚我离定了。好好，我都跪下来向你道歉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江佩见我不肯松口，脸色黑了几度，咬牙切齿道：“苏好，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？我凭直称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。你知道现在离婚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”我不知道。盛怒之下，我一巴掌扇在江佩脸上，夺过他手里的花束就往窗外一丢。失了面子的江佩起身就要打我，被他身边的朋友拉住了。我看着喘着粗气的江佩，嘲讽地笑了笑，转身进了卧室。我将衣柜中的衣服一股脑扔在床上，却在柜子最底部看到了一张纸。怀着好奇打开后，我立刻被纸上的大字定在原地。吴京。床头柜上还堆满了瓶瓶罐罐，全是这些年我吃的药。与江佩结婚后不久的一次体检后，江佩递给我一份体检报告。报告上说我患有子宫内膜息肉，会导致不孕不育。婚后，公公江明每次看见我都冷眼相待，姑姑江平更是不遗余力地对我冷嘲热讽。而江佩更是一次都没为我说过话，但我都忍了，因为他曾经说：“好好，我爱的是你这个人，又不是其他。就算你生不出孩子，我爱的也还是你。”为了有一个孩子，我每天大把大把的吃药，硬生生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药罐子。我深吸了口气，对着体检报告咔咔一顿拍。扭头就发到了江佩和我的家族群里。苏好，你往群里乱发什么东西？江佩将卧室的房门拍得震耳欲聋。我冷笑一声：“是什么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”江佩狠狠踹在门上，随后剧烈的摔门声音传来，卧室外瞬间寂静。我将手上的体检报告365度无死角的一顿拍。用红色涂笔圈出江佩的名字和吴京2字，配上文字：结婚5年，老公查出来无精，但又渴望一个孩子，想问一下这个疾病该如何治疗？直接发送朋友圈。瞟见床头柜那些瓶瓶罐罐，我一肚子气依旧没处撒，立刻雇了几个爱扯闲话的大妈，让他们拿着喇叭就到江佩的学校门口拉横幅。洪大男老师江佩丧尽天良，自己吴京却嫁祸妻子，逼迫妻子吃药5年。男老师江佩隐瞒病史，使得妻子声名败坏，天打雷劈。在手机里看着这些大妈卖力地挥舞横幅，我心情总算美妙了几分。然而我还没高兴多久，一个电话彻底破坏了我的美丽心情。好好，你快来，你公公婆婆好像打起来了。等我到婆婆家门口时，公公拎着木棍坐在沙发上大喘气，像一头斗败了的公牛。婆婆躲在角落，脸上全是血迹。我赶紧冲过去想要扶起婆婆，却被公公恶狠狠的声音拦在原地。我看谁敢扶她！一把年纪的半老徐娘，还在外面偷人，不要脸！就是嫂嫂也真是的，哥哥已经很体贴了，她还耐不住寂寞，
真是不知羞耻。我顺着声音往楼梯口望去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江平捂着嘴，做出嫌弃的模样。我捡起地上散落一地的照片，在看清内容后，瞳孔猛地一缩。照片上是婆婆在和一个中年男人交谈，从偷拍者的角度看去，婆婆的手搭在中年男人的腕上，显得极其暧昧。但我知道事情根本就不是这样。可眼下婆婆身上全是伤，容不得我再争执。我搀起地上的婆婆，带着她往外走，没走2步就被江平的声音打断：“哟哟哟，这是要去哪儿呀？一个出轨的女人，怎么有脸出家门啊？我看要被打死在家里才好呢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握紧拳头回头，江平一扭一扭地从楼梯上下来，高开叉连衣裙什么都遮不住。看着矫揉做作的江平，我冷笑一声，3步并2步冲到江平面前，扯着他的头发就往外走。江平被我的动作弄得踉踉跄跄，一张俏脸因疼痛而扭曲。我把他狠狠推倒在地，冲着看热闹的街坊邻居道：“你们看看，谁家的小姑子天天往自己哥哥家跑，还穿得这么骚。”我一边说着，一边脱下身上的外套，丢在江平的腿上：“遮着点吧，我都替你害臊。”江平不敢吭声，捂着脸呜呜哭。我蹲下身拍了拍他的脸，道：“管好你自己，别天天到你哥哥家里来挑拨离间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见不得光的情妇呢。”说完，我就带着婆婆去了医院。婆婆被打得肋骨断了2根，需要住院治疗。趁此机会，我回了趟家，左右翻找之下，终于找到了一摞照片，是和婆婆家里一模一样的照片。我将照片看了又看，终于在一张照片的背景反光中看见了一个戴着帽子举着手机的男人。男人的右手上有5颗小痣，排列均匀，像五角星。这个男人是我的丈夫江佩。我随手扯开一个柜子，发现里面居然放了一个银色的保险箱。许是这些年我过于尊重丈夫所谓的隐私，从不踏进他房间半步，导致他竟然连保险箱也没有锁。保险箱里放着2份合同，1本房产证。我忐忑不安地打开房产证，看清房本的名字后，几乎要气昏过去。这本房产证正是江佩曾经说丢失了的那本。房产证上的名字既不是江佩的，也不是我的，而是另一个叫徐燕的女人。怀着猜测，我翻开另外2份合同，一份是房屋买卖合同，另一份是汽车购买合同。合同上的名字也是那个叫徐燕的女人。好，我爸给我买了套房，他出首付，我来付贷款，还完房贷，剩下多余的工资就全部上交，补贴家用。那我呢？你不喜欢社交，就不用出去工作了。我努力挣钱养家，你就负责在家貌美如花。江佩曾经的信誓旦旦，终究化为利刃，将我的心刺得千疮百孔。寂静的病房里，婆婆望着窗外发呆，不知在想什么。我推了推她，将照片、合同、房本一股脑丢在她的床上。婆婆看着被我用马克笔圈出来的那双手，沉默了许久。我耗尽心血的儿子，竟是算计我最深的人。我没有说话。徐燕是江佩研究生时期的小师妹，曾经天天追在江佩后面跑，几次3番地赖着江佩。我明里暗里警告过她几次，看她也收敛了。只是没想到江佩竟然……婆婆又说，6年前我与江佩还在异地恋，她在师大，我在清大。异地恋的时间格外难熬，江佩总是不回信息，到了半夜才回一句今天忙着做实验。生日、纪念日，甚至是我父亲的葬礼，
他都没有来。彼时年少无知的我只以为他是真的很忙，现在想想，只怕忙着和小情人共度良宵吧。我要回去工作。我开口，话音刚落，门口就传来了一阵骚动，是江佩。江佩红着眼，冲到我面前就给了我一耳光，我的脸立刻肿了起来。一耳光后，他还不解气，掐着我的脖子将我推到墙边，手劲之大，几乎要把我掐死。我奋力挣扎着，却怎么也无法从他的手下解脱。死八婆，你他妈在外面到处说什么？江佩的眼眶暴突，没说一句话，掐着我的脖子就用力几分，另一只手还不间断往我脸上扇。现在全校都在传我不行，你知道人家私底下说我什么吗？强烈的窒息感叫我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，本着死了也得再骂两句的心态，我用力挤出一抹嘲讽的笑，一字一句道：我当然知道。说你是太监啊！江佩被我的话激怒，扬手又要向我打来。就在巴掌堪堪要落下的一刻，江佩掐着我脖子的手骤然一松，随之而来的是一声巨响。我睁开眼，是婆婆。婆婆拿着手上的热水壶，一下敲在了江佩的头上。妈，你怎么帮着他一个外人？江佩捂着后脑勺，难以置信地开口。婆婆的面色惨白，整个人摇摇晃晃、颤颤巍巍，但还是固执地举着暖水壶，想要再一次敲在自己儿子头上。我终于从劫后余生中缓过神来，我拼尽全力将江佩按倒在地，骑在他身上，如一个疯子般用手里的包一下下砸在他的身上。我一边左右开弓往他那张脸上狠狠扇着，一边道：江佩，老娘告诉你，你刚刚的一举一动，老娘都录下来了，你等着坐牢吧。我本想着依靠江佩殴打我的视频和医院监控能把他送进去，但警方却以是我先传播隐私在前，不停地和稀泥。我想去医院验伤，但由于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身体损伤，连轻伤都算不上。派出所里，警官还在对江佩不停做着思想工作。江佩表面答应，但我却看见了他嘴角挑衅的微笑。小夫妻嘛，床头打架床尾和，两个人有事情要坐下来好好商量，不要冲动。警官拿着调解书放在我面前，我看着脸上写满胜利的江佩，屈辱地签下了这纸调解书。苏好，你一个家庭主妇，你拿什么跟我斗啊？我劝你乖乖在家待着，如果你不继续作妖，我大人有大量，既往不咎。呸！我啐了江佩一片，转头就将视频和刚刚江佩说的话的录音发给了他学校的表白墙。江佩家暴的事情愈演愈烈，但学校为了声誉，强行压了下去。我丝毫不意味这个结果。江佩虽然没被开除，但名声一落千丈。听说他的选修课一个学生都没有去，必修课上都有学生公然拉死大家暴男老师江佩的横幅挑衅。为了躲避江佩的报复，我提前买了机票，飞去了另一个城市。一座破旧的居民房门口，我带着打扮成地痞的安保公司保镖，堵住了我顺着合同电话找到的房东。昏暗的楼道里灯光亮起，我才看清他的脸，这张脸异常熟悉，就是照片里和婆婆暧昧不清的男人。我戴着墨镜和口罩，故意压低了声音问：那天我婆婆踩到玻璃珠不慎滑倒，你冲过来就扶住了她，然后照片就被拍了，你究竟有何居心？男人不说话。我冷笑一声，挥了挥手，高价聘请的保镖立刻会意，将手上的棍子往地上敲了敲，恐吓意味极重。男人抖了抖肥胖的身躯，但还是不肯开口。
我不耐烦地啧了一声，身后的保镖立刻上前，一左一右将男人按倒在地。我缓步从楼梯上下去，一脚踩在了男人的脚背上。男人要尖叫，但保镖早已死死地把他的嘴堵上了。为了今天，我特意换了一双12厘米的细跟高跟鞋，还是名牌的，便宜你了。男人额上冷汗津津，眼看着我又要踩上去，他终于崩溃开口：“是一个女人给我打的电话，让我这么做的。”边说着，他边把手机的短信翻出来给我看。就在看清电话的一瞬，我就毛骨悚然。这个电话是江佩姑姑江平的。顾不得追问细节，我又道：“那个合同是怎么回事？”那天是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女生找我买的房，那套房是我妈留下的，我缺钱，所以就卖掉了。我思索了一下，将江佩的照片给他看，在得到他确认后，心中竟没有一丝多余情绪。那个女人不知道从哪里得知我缺钱，就说给我10万块，让我去。男人见我没开口，以为我又要殴打他，连忙道：“你是不是跟买房的人说过，你是缺钱才卖的？”我打断他，男人又点头。我示意保镖放开男人，将一沓钱塞进他的衣领里，在得到他连连保证不会报案后，扬长而去。曾经在江佩的口中，他和这个姑姑并不亲密，可为何江平会知道这个男人缺钱呢？江平又为什么要陷害婆婆呢？还没等我想明白这个问题，江佩就找上了门。他将我堵在闹市的街头，直直地跪在地上，一边磕头，一边扇自己耳光。好好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只是害怕你因为我生不出孩子就跟我离婚，才一时昏了头，你原谅我吧。我不予理会，扭头想走，却被他死死抱住了腿。众目睽睽之下，他将身上的卡一张张排列在我面前，痛哭流涕道：“我真的是一时糊涂，是我自尊心太强。你这个小姑娘也真是的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小夫妻之间有话好商量，何必闹得这么难堪？”人群中不知是谁先开了口，周围的人也纷纷附和起来。看着就准备跟我无赖到底的男人，我冷哼一声，干脆利落地跪在地上，大声哭道：“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你自尊心那么强，强到要靠对外说是我不能生，让我去吃药做检查。对不起，我更不知道你根本不喜欢我。你不仅不喜欢我，还给你的情妇买了房车，就连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写的都是你情妇的名字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。”周围的墙头草闻言又开始指责起了江佩。江佩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将地上的卡摞起，推开围观群众，慌慌张张地离开了。江佩当街下跪的事情恰好被他的学生看见了，学生本就不满学校包庇他，这下更是怨恨。学生将横幅拉满整座校园，更有人天天往校长信箱塞举报信，还有直接将投诉电话打到教育局的。这次江佩没能躲过惩罚，被学校开除。为了防止江佩狗急跳墙，我在山城租了一套2居室，顺带把婆婆接了过来。凭借着读研时做出的成果，我顺利去到了一所普通3本教书。小苏啊，我们院里每个老师都要开2门选修课，课程内容呢都是由老师自己定。你有想好要开什么课程吗？院长笑眯眯地问我。我看着眼前这个一身儒雅、气质文化的妇人，思绪有些恍惚。初见婆婆时，她一身天青色旗袍，头发被完整地盘在脑后，身前还挂着一串玉石压金，显得极为温和。可后来，公公在江平的挑唆下，
开始强迫婆婆当家庭主妇，后来更是以心脏不好为由限制婆婆，逼迫她辞去了工作。小苏，如果没想好的话，我想好了。院长，我就开《诗经》中的弃妇形象赏析。小苏，这个课题会不会太过激进？院长，3岁为妇，弥是老矣；夙兴夜寐，弥有朝矣。言既遂矣，至于报矣。兄弟不知，系其孝矣。这和我的人生是多么像！曾经，我轻信了男人的话，放弃了读博的机会，从双一流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变成家庭主妇。如今，我想用我的前车之鉴，给如今可能面临男友花言巧语哄骗的女生一点警醒。听完我的话，院长没有丝毫犹豫就同意了这门课程。离开院长办公室后，信誓旦旦，不思其反。反是不思，意以焉哉？我默默念叨着这2句诗，全身上下前所未有的轻松。须臾间，一颗篮球冲我飞了过来。就在我还没来得及蹲下时，一道年轻的身影飞扑过来接过了球。我抬头一看，心下一片震惊。这个男人和江明太像了，比江佩这个亲生儿子还要像上几分。但我却从来没有在江家见过这个男人。这位同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抖着嗓音问道。江泽。回到家后，我没缓过神来。蔡姨，江家有没有一个叫江泽的人呢？餐桌上，我佯装随意地问婆婆。婆婆几乎没有犹豫就开口道：有啊，江平的儿子从小就在外地，没领回过家里来。心中那个荒谬但又带着些合理的猜测几乎要将我吞噬。我迫不及待地告诉了婆婆我今天遇到的事情。听完后，婆婆也陷入了沉默。我匆匆扒了2口饭，起身就给学校的学生事务处打了个电话。那边的老师刚好还没下班，很快就给我拍了一张图。点开图片，父亲江明，母亲江平的字样赫然在目，名字后面跟着的一串电话，让人再也无法心存侥幸。我拿着手机和婆婆面面相觑。开门，臭娘们，老子知道你躲在这里，你别不敢开门。江明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房门被拍得哐哐响。我替婆婆擦了擦眼泪，起身去开门。江明看见我，愣了一下，随即就伸手开始推搡我。我2手撑在门框上，死死拦着他。你干嘛？你这是非法入室，我报警了。非法入室？老子来找自己的婆娘，算个屁非法！我还是不肯松手，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后，问道：你怎么知道我在这？老子能不知道？有人告诉老子看见你了，他一路跟过来的。是江泽告诉他的。江泽果然是他的孩子。我心中一紧，眼前的江明脖子上青筋暴起，脸上通红，一副吃人的样子，手上还提着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木棍。我当然不能放任他进屋。趁他不注意时，我一脚踹在他胯部，趁他吃痛蹲下时，猛地关上门。江明又是一声痛呼，我低头看了眼，是江明的手被夹在了门缝里。我丝毫不管，愈加用力地关上门。江明终于忍不住哀嚎出声，手也缩了回去。我将门反锁2圈，拿起110就开始报警。警官叔叔，我家门口有人，他意图入室抢劫。警官来得很快，看着江明脚边的棍子，就把人反手铐上了车。派出所里，我头发散乱，脸颊通红，嘴角还有丝丝不起眼的血迹，这都是我强拉着婆婆打的。为了效果更加逼真，我甚至还把衣领撕开了一道口子，坐在派出所的凳子上呜呜哭。有了上次吃亏的经验，这次不管警官问我什么，
我都只管哭。江明在审讯室里的暴怒，老子是他公公，还不能进他家门了。警官一巴掌拍在桌上，声音更响：你嚷嚷什么？公公就能不经过同意进人家家里吗？我还是只管捂着脸哭。公公他喜欢年轻的，他荤素不忌的，我害怕。你他妈放屁！江明被我气得冲过来就要打我，又被身后的警官死死压在地上。我做出惊弓之鸟的样子，哭得更加大声。江明最终被派出所拘留了7天。解决了这个不稳定的因素后，我上课的语调都轻松了几分。江平从江泽口中得知了江明被拘留的消息后，几次三番跪在警局门口，想让警方放了他的拼符。一个日日跪在警局门口喊冤的女人，很快就吸引了媒体的目光。我和江明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就因为我是江家养女，就被蔡澜那个贱人横插一脚，连我的孩子都只能在外地长大，从小就享受不了父母之爱。如今他还逼得江明被拘留，我大儿子不能在膝下长大，我的小儿子绝对不能再过这样的日子。江平一边说着，一边低头温柔地抚摸着自己微微凸起的小腹。神通广大的媒体很快就扒清楚了江明这段剪不乱理还乱的关系，就连婆婆被家暴住院的事情都被媒体披露得一干二净。一时间，各种报道飞满天，掀起了巨大的舆论风波。我将这些新闻每每截图，准备回家给婆婆看。就在我兴高采烈之时，一记闷棍敲在我后脖梗上。我想回头看，脖子上又挨了一下。等再醒来时，眼前一片漆黑。一个身形魁梧、面相凶神恶煞的男人将一张纸拍在了我面前，恶声恶气道：“还钱！”看着眼前标了300万的欠条和借款人苏好，我的大脑彻底宕机。我这一生不说每日行善积德，但也从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。这张欠条究竟从何而来，我竟然完全不知。这笔钱不是我借的，我根本不知情。我大声道：“我不管谁借的，欠条上写的谁的名字，我就找谁还钱。”男人说完，大手一挥，阴影里鱼贯而出一群膀大腰圆的男人，将我按在地上。他们按着我就像按着一条案板上的鱼，不费半点力气。这群人3下5除2，强行对我各种拍照。1个星期内，如果你还不出这笔钱，我可就不知道这份照片会被谁看到了。说话间，男人又将我故意歪到一边的脸掰了回去，掐着我的脸连拍几10张。拍完后，男人起身就想离开，但却被我死死抱住了腿。我强忍恶心，故意娇声道：“如果我能陪你一晚，这笔钱可以不用还吗？”男人似乎被我不要脸的劲震惊了，看着我的眼里全是意外。我又往前西行了几步，男人被我吓傻了，再猛地推开了我，往后推了几步。倒是他身旁另一个脸上全是疹子的男人有些忍不住，胃里的东西如同排江倒海般向上翻滚。就在快贴上我的一瞬，门口一声暴喝将他吓得立刻萎了。不许动！举起手！我迅速捡起地上的衣服裹在身上，一脚踹在疹子男的胯部，还用力碾了碾。老娘手机可是有快捷报警按键的，废物！这帮人很快就交代了，欠条是一个男人签的，也是这个男人说自己老婆有钱，让他们来找老婆。由于伪造欠条，加上涉案金额巨大，江佩很快就成了警方抓捕的对象。但在这关键时刻，他却失踪了。整整2年，江佩音信全无。而这2年，我也几乎是掰着手指头过日子。2年期一到，
我就向法院申请了离婚。好好，快来看，你胡叔叔买的蝴蝶兰。我一踏进家门，蔡姨就招呼我去看她阳台上种的花。一个虽然有了白发，但精神奕奕、风度翩翩的叔叔从厨房出来，将一盘果切摆在桌上。胡叔叔是蔡姨1年前认识的，彼此兴趣爱好相同，很是说得上话，如今已经在一起了。我笑着将离婚证明放在桌上，招呼着二老来看。蔡姨仔仔细细看了3遍后，眼角笑出了泪花。咖啡厅里，我皱着眉，看着眼前面色憔悴的女人。苏小姐，房子的贷款，爱城那套房子的房产证上写着的可是你的名字。如今江佩失踪，自然该你还。我放下咖啡，漫不经心道。徐燕闻言，脸色更加苍白，哆嗦着嘴唇道：我没有工作，我哪里还得起？那就是你的事情了。徐小姐，容我提醒你，早在7、8年前，我和江佩还在恋爱时，你明知道他有女朋友，你还横插一脚，这是知3当3吧？我故意将声音放大，余光扫过周围，果然有不少人的耳朵已经竖了起来。后来我与江佩结婚，你不仅没有主动和他分手，甚至还甘愿当他的情妇。你知道他在你身上花的每1分钱都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吗？我没要你还我钱，已经是我最大的宽容了。喝完杯中最后一口咖啡，我拎起包就打算离开。就在此时，变故横生，徐燕不知道什么时候藏了一把刀，直直地向我捅来。我躲避不及，被他一刀捅进了腹部。他苍白的脸上布满癫狂，眼睛里全是血丝。我没有工作，还不出贷款，现在银行收走了我的房子车子，我只能流浪。我过不好，你也别想活。昏过去时，我看见了周围骚乱的人群和握着刀子痴痴笑着的疯女人。徐燕的生物学的并不好，捅的几刀也没有伤到要害。医院里的医生在得知这件事后，还组团过来围观，更有拿我当教具的。我百无聊赖地靠在床上，一口口嚼着蔡姨给我削好的苹果。我的母亲在大疫时便去世了，打那之后，蔡姨便代替了我母亲的位置，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心。在知道我被捅了之后，她差点哭晕在病房门口。出院的日子是蔡姨花重金请道士算的。出院后第一时间，我就去看了监狱里的徐燕。她看向我的眼里全是怨毒，然而伤害不到我分毫。你命真好，这都不死。是你的生物学的真烂，没一刀捅对地方了。我露出一个充满恶意的微笑。监狱外天空一片晴朗，我缓缓地走在昔日和江佩走过无数次的公园里，看着公园里的未名湖，一时间有些恍惚。江佩虽然早已变得面目全非，但曾经他也是我在高中食堂偶遇了一次都能兴奋一整天的人，是我每次晨会都会用余光装满的人。姑娘，给点钱吧。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拦住了我，我也顺手往他破了一个角的碗里放了10块钱。起身看到他的脸时，我瞬间愣住，是失踪2年的江佩。此时的他哪还有曾经西装革履气宇轩昂的样子，他的头发长得盖住了眉眼，曾经清澈的眸子现在全是浑浊。他的双腿没了，只留下一截腿根，跪在滑板上。曾经修长白皙的手现在全是疤痕和脓包，指甲缝里全是污泥，另一只袖管空荡荡的。好好，你救救我。他也认出了我，左右环顾后小声地对我说。看着人不人鬼不鬼的他，我的心如同被针扎一样，泛起丝丝缕缕密密麻麻的疼。但不是心疼他，
而是心疼那个曾经满眼都是他的自己。我被学校开除后，那个男人说可以带我赚钱，谁知道他竟然是带我赌。我本想着赚点钱就跑，但这东西染上了他戒不掉。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不为所动。曾经我很想问问，当初伪造我签名时，他究竟有没有考虑过我？但现在我突然就不想问了。或许江佩一直都不是天之骄子，不过是我的喜欢给他套上了光环。我将10块钱从破碗里拿了出来，转身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离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